先对大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大脑约重1400克，就是 2.8 斤。人的大脑基本上是人类在已知的宇宙中发现的最复杂的东西，它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。那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细胞数量比例约为10:1，每一个细胞如同一座城市一样复杂，并且它包含了整个人类的基因组。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它们之间进行着大量错综复杂的分子交流，每个细胞发送的电脉冲到其他的细胞中每秒几百次。假设所有的这些数以万计的脉冲用光子表示的话，它们联合发出的光将足以使人失明。在整个大脑的复杂网络中，细胞相互连接，一个普通的神经元与相邻神经元大约有10000条连接。人脑有数十亿神经元，在整个大脑当中，1立方厘米的脑组织中，就是指甲盖大小，神经元链接数量就像银河系中的恒星一样多。银河系的恒星数量是1000亿至4000亿，那人脑它大概是2100立方厘米 2.1 升，可以装下 3.9 小瓶的可乐。人脑神经单元的数量是120亿至140亿个，并且不可再生。神经信号传输的速度每个小时200英里，大概就是322公里每小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就是你的毛细血管会越来越堵塞，大脑得到的血液也会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人到中年要少吃油少吃糖，保持好心态，适当的运动，尽量保证睡眠充足，因为它在保护你的大脑，尽量使神经元更慢的流失。相对质量，人类的大脑比重和身体的比重质量的比重基本上是1/50，蓝鲸和大象是560分之1，老鼠是1:40，鸟类是1:12。人脑的耗能程度，消耗能量占身体的体重比例是 2%， 但是它的耗能就是摄入能量的消耗约为 20% 至 25%。 大脑的这个器官，它的耗能是所有其他器官的10倍。到结论的第一层，人是靠大脑获取信息的，人的行为、思想、经验与一个庞大而潮湿的电化学网络，也叫神经系统，密不可分。所以第一层结论，人就是大脑。结论的第二层，意识是什么？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声音，因为意识跟声音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声音跟思想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声音无色无味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它是具有物理性质的，它靠振动压缩空气中的分子来产生了波动，产生了振幅，就产生了声音。所以你要把意识理解为物理性质。我们怎么去记录声音，怎么去传递声音，它就是记录这种密度变化，它就会重复声音。所以思想也可保留，也可重复。思想也是一样的，思想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无色无味，没有重量，没有体积，但是思想跟声音一样，靠物质支撑。那大脑的变化直接改变人的想法和思维。人的想法和思维不是靠你主观影响的，人在深度睡眠中思想并不存在，而做梦，就人在做梦的时候，大脑会自主产生想法，但是你的躯体没有醒来，你可以理解为比你的身体先工作。聊一些产品，到白天酒精、香烟、咖啡，包括人锻炼身体，都是来调节大脑思想的。因此作为食物的大脑，它的状态决定了思想状态。这个思想状态包括什么呢？希望、梦想、抱负、恐惧、想法、迷恋和欲望，就是所有里边的东西，我们的思想都取决于大脑的状态改变
大脑改变，随之一切思想就全变了。来到了结论的第三层，人所做所想和所有的感受都不受意识控制，也就是说，主观根本左右不了你的思想。错综复杂的神经单元系统有自己的运作程序，我们意识到的东西，我们感受到的东西，是发生在大脑运作中的很小一部分。大脑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转，大部分的行动超出了意识控制，叫自我意识无权介入，它没有这个权限去影响大脑的工作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人的审美、人的动机都是大脑自动化觉察，是大脑天生的系统程序。这个程序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塑造的程序，是基因传下来的。比如说，同样一个女人，她戴那个美瞳跟不戴美瞳，男人就觉得戴美瞳的漂亮，因为大脑他就觉得瞳孔大的比瞳孔小的更具有吸引力，这一点不受意识控制。所以人对于另一个人的选择是成百上千代人遗传下来，在脑回路中的程序选择。结论的第四层，大脑是负责收集信息并适当的引导行为，它不做主观引导。那意识是否参与决策，本质上对于整个人体来说完全不重要。大部分时间内，意识根本不参与决策。意识是大脑运作的过程中权力，也叫权限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控制者。所以大脑主要依靠自我掌控来工作。在人选择之前，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先给你一个直觉，你以为是你思考的选择，是你深思熟虑的决策，不是，是大脑工作过程当中简单的给了你一个信号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，你开车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很小的那种小道，对面行驶了一辆车过来，你的脚会自动的踩在刹车上，而不需要通过你思考，你的腿先到那，是大脑推送给你的直觉。至于你要不要刹车，要不要减速，是思考。意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，像无数座城市一样，它里边是有工作分工的，而大脑它是从来没有停止，它不停，除非你深度睡眠。所以为什么人深度睡眠对于人的恢复身心健康特别重要，所以它那么的复杂，工作强度那么大，最后给你推一份简报出来就很重要。对于人来说叫直觉。到结论的第五层，人的觉悟需要大量的信息做支撑，大脑你要给它信息，它会自动化的处理，所以知识改变大脑信息处理的单元，你要给它喂知识。人的进阶就是知识，知识才让人开悟，知识改变命运。大脑的工作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的专家能把它研究明白，所以人把大脑的运行机制称为隐藏模式。大脑的工作是既庞大又迅速，而且它不需要让你知道它的具体运作方式。大脑为什么不让人类知道大脑是怎么工作的？因为但非你知道了，你的能量消耗会非常的多。所以会有两句话特别经典，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另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。第二句话，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人，但是不是我，就是隐藏模式工作的大脑。到结论的第六层，在精神世界中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受意识控制。意识干涉大脑的时候，工作效率会降低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，包括自己，越想越想不明白。咱们很认真很仔细的一个学科一个学科，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咱们往前推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提高认知的办法，没有捷径。在这儿做一个练习啊，你想象一下，左手拿了一支笔，右手你也拿了一支笔，然后右手你去写自己的名字，左手做镜像，反过来写你的名字，快快的写，一气呵成就写出来了。
你现在脑子里仔细的去想左手该怎么写，你发现是不是就变慢了？所以就印证结论的第6层，在精神世界中，几乎所有的事情根本不受意识控制，人不需要意识来执行复杂的运动行为，因为意识不在大脑的活动中心，相反，它处在边缘，只能旁听。在这儿，你深刻的就能理解，学习理论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对大脑的帮助。就所谓的我们要提高自己，学什么？学理论知识。所以人需要的是理性思考，而非感性。这个世界也是理性的、冷酷的、冷冰冰的自然规律。宇宙没有感情，大自然没有感情，人也一样。因此，熟能生巧，滴水穿石，量变到质变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它是自然规律必然的结果。到结论的第7层，无意识冲动，也叫微知觉，就是人的欲望。人的欲望是没有意识、不自主的一种冲动，因为它是无意识的，所以它无法被意识捕捉到，你无法察觉。但是这种无意识的冲动，这种人的欲望，能够持续的驱动人的行为。那想法和意识是靠什么来影响和改变的呢？人可以用相反的想法来反对一个想法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反对你，我现在不同意你，我首要大脑想就是我要给你举一个反例。其实反例就是相反的想法，从而削弱那个想法，使它低于意识的阈值。同样，相似的想法可以互相支持，从而上升到意识层面。随着新想法的上升，它把其他相似的想法也一同拉升。这句话就是学习。新想法就是新认知。有一个名词，它叫统觉团。从想法变成意识的过程，不是某个想法单独完成，而是通过与意识中其他思想的同化来完成的。这就是我们提高认知的具体办法，科学的具体公式，大脑的工作原理。来，往后走啊。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界限，这也叫认知隔阂。人和人差距非常的大，因为他有思想，他有大脑，他有意识，很难突破的。人的认知很难上来的，你得需要大量的基础理论知识做支撑。因为人的提高不是意识提高，是大脑里边的这个数据，你是给它更新数据，而大脑的工作我们谁都介入不了。人们能够意识到一些想法，但意识不到另外一些想法，就是它隐藏的大脑的工作原理。结论的第8层，找到正确的思想来影响自己，带领自己升级。人的进阶本质上是思想的升级，只有思想能影响思想。到结论的第9层，心理物理学量化人们的感知、反应速度和感知的精确性，这是这门科学的目的。你的感知为你提供了对外部世界的精确描绘。我们去理解感情，我们去理解产品，我们理解服务，实际上是你的大脑在找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馈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用光照射自己的眼睛，会给眼睛带来压力，或者用电刺激视觉神经。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产生类似的视觉感觉，也就是对光的感觉。这只是大脑的一种感觉，而不是压力或者是电。所以人不是直接意识到外部世界的，是意识到神经系统的信号，是神经系统告诉你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它也叫意识信号，是意识信号告诉的你。到结论的第10层，人的反应速度取决于你的思考类型，就是思维模型。思考和其他行为一样，需要物质基础。物质基础就是环境、思想、改变、心理活动。
心理活动影响人的行为。到这儿我跟大家介绍一个识人术，该怎么去观察人。观察人要在大脑系统的外部收集数据，人的口误、笔误、行为模式和他做梦，这里边会隐藏他大脑的工作方式，叫大脑的隐藏行为。我们通过人的失误找出对方的思想动机。隐藏的行为就是隐藏的神经机制，也叫隐藏的秘密。人的主体是大脑，是不能够直接访问的，我们没有这个权限。往下走啊，人的内心深处创伤性经历是人的隐藏来源，我们的一生就是在治愈自己的童年，而隐藏来源影响人大脑的工作模式叫思想。结论的第11层，大体人脑的工作原理。第一，大脑自动化工作。第二步，被意识隔离。第三个，被意识隔离引发心理导致行为。大脑自动化工作对应的叫隐藏状态神经机制，在意识下面你去记2个字，叫思想。所以思想隔开了真正的我，在心理底下叫心理情绪，它的表征表露出来的是人的情绪，在行为底下去对应的是行为决策。行为也叫辨别是判断，行为最终会让人有决策选择，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水线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因为大脑的工作我们无法主观控制，所以最深层最底层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思想和意识。所以人没有活在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都觉得以自我为中心不错了，客观的世界不是这样，客观的我不是这样的，相反，活在客观世界遥远的边缘，我们是在大脑的边缘上生活。所以为什么真相和真正的道理那么难的让你去接受和理解呀？就我们为什么要学习？人特别容易接受观点和观念，但是你让我现在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想一个问题，这太难了。只能觉察到很少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只能少量的理解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。人的思想，人的意识实际上是很懒的，他只能窥探一下真相。这里边就提到了第一性原理。第一性原理的重要性叫大前提。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找到大前提？你在搞钱的时候有没有看懂看清楚大前提？所以大哥说了一句话，从根本上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论，本身他这句话就是方法论。我们到结论的第12层，你有怎样的生存环境，大脑就有怎样的自动化工作。隐藏的自动化决定了人的意识，是思想在生存，它直接左右着人的情绪变化以及所有决定。环境影响思想，改变思想从改变环境开始，这就是方法。远离烂人，你才能变得更好。你的这个工作环境本身上限就挣5000块，你现在说我想学怎么能够月入50，不可能，你得换一个搞钱很厉害的环境。你遇到的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烂人和一个蠢人、闲人，脑子有问题的人，你问问题说我怎么能够和这个人相处，我如何能够调整他，然后我们能够幸福的在一起，不是他脑子有问题，本质上就不可能了。你要做的是远离他，重新开始。想学更多吗？关注我，带你慢慢变好，慢慢变强。